今日之后，谁能城下白羽狮雄，就看天命了。家主唯一的儿子，应该不会让林家失望。站稳，林家的孩子觉醒之前，也不能漏缩。是，父亲。下一个，林彦白。别紧张，闭上眼，感受身体里的力量。这些画面不是梦。这股力量，快看他身后，白羽誓用，不是他赢，是完整觉醒。林彦白，把手放稳。先天魂力救接，家主，少主未来必能接任白羽为统领。先天九级，林家100年未见的天才。很好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林家未来的刀。父亲，林家的白羽石钩不为自己飞，你要护的是武魂殿，是天使一脉，是主人。是父亲。少主先天9级，未来魂圣可期。不止魂圣，若家主亲自教导，魂斗罗也未必不可想。林家这一代终于要出真正的统领了。魂斗罗就够了吗？金白，天赋不是用来轻狂的。我明白，少年心高也是好事。知道未来，原来不是优势。它更像一把刀，悬在所有人头顶。20年，一个人能有几个20年？如果结局注定要败，那就从源头改。他今日练了多久？回家主，已经4个时辰了。少主都先天9级了，为什么还这么拼？他练起来不像想赢，像怕输给什么东西。你急什么？欲速则不达。我想更快变强，我怕来不及。来不及什么？没什么。林家的刀不能折在自己手里。林少主，边境别院不比武魂城，请小心脚下的黑色液体。我不是来看的。这里才是武魂殿的另一张脸。他们也是武魂殿要护的人。如果刀够锋利，就护得住。邪魂师用地界魂师黑色液体修炼，已经屠了半个村子。还活着的人在哪儿？被关在里面。武魂殿的小少爷，这么干净的黑色液体拿来修炼正好。放人！你们这些护卫家的狗，只会替人挡刀。那也比只敢咬弱者的畜生强。光明属性，你选错猎物了。来呀！武魂殿不是要救人吗？你动一下，他也就没了。我动了。看清楚，这也是武魂殿存在的意义。可高处的人真的看得见他们吗？武魂城的命令，有时比邪魂师的刀还冷，所以才要有人改。我不毁掉武魂殿，我要让它变成该有的样子。此次述职不要多看，不要多问。是。家主，千家新一代继承人诞生了。名字？千日雪。终于来了。你认识这个名字？不认识，只是觉得天使一脉等这一天很久了。少主刚睡下，请诸位勿惊扰。非诏不得近前。天使一脉有继承人了，武魂殿要稳了，这孩子将来必是所有人的希望。他还这么小。他是少主，
不只是孩子。止步！少主身份尊贵，非诏不得靠近。明白。记住自己的身份，我们林家是护卫。护卫只能站在门外吗？护卫只在主人需要时出现，不该有多余的线头。父亲，如果有一天主人要走向深渊呢？那就护着他走过去。明知道前面是深渊，也要护着他走进去。护卫不该替主人决定路，那不叫忠诚。林近白，那叫帮凶。千仞雪，等我有资格靠近你的那一天，我会把你的命抢回来。6年了，天使一脉终于等到今日。少主若觉醒完整6翼天使，供奉殿便有未来了。小雪，别怕，今日之后，你会让所有人看见千家的传承没有断。大供奉可以开始了。开始吧。少主，感受体内最纯净的光。爷爷，我还能站稳。好，继续。6翼天使完整觉醒，少主觉醒的是完整6翼天使武魂，天佑千家。少主果然是天生的天使继承人。小雪，你做得很好。爷爷，那我可以去见母亲了吗？我想亲口告诉母亲，我觉醒武魂啦。这是你准备的。小雪，若他不愿见你，我跟侍女学了很久，母亲头发很好看，我想送给她，母亲会见我的。跟着少主，不许出差错。是，大供奉。母亲一定会高兴的。母亲，我觉醒6翼天使了。母亲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，只要我做得够好，母亲就会看见我的。少主，我要见母亲。这教皇冕下正在殿内处理事务。我今日觉醒武魂了。少主，我想亲自告诉他，也想把这个送给他。少主稍等，属下进去禀报。少主，要不要先回去等消息？不用，母亲很快就会见我的。母亲，我没有给你丢脸。母亲，你能不能摸摸我的头？母亲是不是很忙？少主，再等等吧。我可以等。别让他再出现在我眼前。母亲，是因为我今日来的不是时候吗？还是我觉醒的不够好？少主，我们回供奉殿吧。不用跟着我。少主，你去哪儿？这事儿不能传出去。天使继承人不该哭，少主不该哭。我只是想让他看我一眼。我明明觉醒了6翼天使，他们都说我很好，为什么他还是不想见我？谁？你是谁？这里是武魂殿。 6翼天使，好干净的光，若是染上黑色液体，一定很美。不许过来，我是千家少主。刚觉醒的小天使也敢命令老夫？少主的黑色液体比普通魂师值钱的多。我不能输，爷爷。你不是不能输，你是没人来救。6翼天使的黑色液体归老夫了。第二魂技，狮穹光爪。我追了你3日，你不该碰它。谁？林家的狗果然鼻子灵。第4魂技，圣女屏障。少主，别动，那就让他先试试能不能越过我。你会受伤的。你护得住一个呼吸，护得住一辈子吗？
6翼天使的血，老夫今日一定要，那就别动了。少主，往我身后退。我动不了。你还真敢用身体挡！等等，你是魂帝！抓到你了！第6魂技，白昼领域，雏形。不，这不是普通光明魂力。你受伤了？小生，我是不是又做错事了？我觉醒了6翼天使，爷爷说我很好，大家也说我很好，可是母亲还是不想见我，是不是我还不够好？不是，少主，不是你的错。你觉醒6日天使很好，你想见母亲也没有错。有些人的痛不该由你来背。那他为什么不见我？小雪，爷爷，属下林静白奉命追查血阳邪魂师暗线，发现少主误入禁区，已将邪魂残魂诛灭。有一缕污染残痕，但来源尚不明确。罗刹气息，封锁禁区，今日之事不许外传。是。26岁，魂帝。是，63级。26岁的魂帝，羽翼狮鹫，光明与风双属性，确实契合少主。小雪刚觉醒武魂，身边需要一个能处理外物，又不轻易卷入两殿之争的人。从今日起，你暂代小雪的外出护道人，负责她出行、历练与安全。属下领命。但记住，你是护道人，不是替她决定人生的人。属下明白，属下会守护少主安全，也守护他不被无谓的错压垮。只守护安全。小雪，跟爷爷回去。林静白，少主，你的披风我洗干净还你。少主说喜欢便留着。谢谢你。护卫职责所在。哥，你疯了！血阳残魂的污染爪你也敢硬接？死不了。你每次都这么说。那就是少主，他怎么会跑到禁区来？他才6岁。因为他想见母亲。是啊，他才6岁。不是我的错。真的吗？少主，第2轮武魂适应训练可以开始了。我可以继续。今日训练到此为止。林统领，少主刚觉醒6翼天使，正是巩固武魂的时候。昨夜神圣梦想2个时辰，今晨武魂释放3次，魂力循环7周筹。他今年6岁，少主乃6翼天使武魂，不能以寻常孩童标准衡量。6翼天使也是魂师，魂师的经脉不会因为武魂强大就不受损。这是大冲锋亲自允许的神圣训练法。若大冲锋问起，我会亲自解释。是。少主现在魂力运转已经不稳。我可以继续。没有。这是你第3次释放武魂后的魂力波动。天使圣光外强内虚，说明你在硬撑。我没有硬撑。准备热汤和药浴。我不需要。这是护魂人安排。林建白，你只是我的护卫。属下在，属下知道。那你凭什么管我？因为护卫的职责是确保少主活着，而不是看着少主把自己练废。你也觉得我弱？不，我不觉得少主弱，我只是觉得少主太急着证明自己不弱。什么？我没有。药浴半个时辰之后用膳，下午读大陆基础地理和魂兽图鉴。我不读这些。为什么？天使传承不会告诉你，边境低阶魂师为了一个100年魂环要付出什么代价。100年魂环？他也不会告诉你，邪魂师喜欢藏在哪些山谷、矿洞和废村。这些有边境分店管。若分店管不了呢？如果分店执事只有20级，邪魂师是魂宗。如果最近的支援要3日后才能到，
如果你是武魂殿少主，却连他们在哪里、为何求救都不知道，那少主究竟守护的是谁？武魂殿很强，爷爷很强，母亲也是教我。武魂殿很强，不代表每个需要他的人都能等到他。你是在教我怎么当少主？属下是在教少主，先看清自己要守护什么。我讨厌你。属下知道。你不在乎。少主可以讨厌属下，然后呢？但药浴还是要泡。林印白，属下在。你真的很讨厌。今日先记住3处边境分店的位置，以后去看。记这些有什么用？去哪儿看？边境。爷爷不会同意。我会去请。为什么一定要我去边境？因为武魂殿不止在武魂城。你又要说我不该来。不说。为什么？那为什么他不想见我？想见母亲不是错。我有时候想，如果我再努力一点，他会不会就见我？不会。你怎么知道？可她是我母亲。少主，不是所有人的伤都能靠你变好来治愈。我知道。那我想让他喜欢我也不行吗？当然可以想，但你要记住，就算他暂时不能喜欢你，也不代表你不值得被喜欢。谁让你说这些？夜深了，回去吧。林彦白，如果有一天我不想做他们想要的那个天使继承人，你会怎么办？那属下就护着少主，去做少主想做的千仞雪。如果爷爷不允许呢？属下去请罪。如果供奉殿不允许呢？属下去挡。如果整个武魂殿都不允许呢？那属下就站在少主身前。你只是魂帝而已，有什么能力保护我？所以属下会继续变强。你挡不住爷爷的，以后呢？现在挡不住，以后会试试。你这个人真的很讨厌。属下知道。少主近日训练时间被林彦白削减了3成。3成？他还让少主读大陆地理、魂兽图鉴，以及边境分店记录。天使少主读这些杂物做什么？大供奉，少主应尽早回归天使传承正快。小雪近日如何？少主比之前安静，会生气，会反驳，会问问题。大供奉，这正说明林烟白影响了少主心性。护卫可以挡刀，却不该影响少主心性。若长期如此，天使传承进度恐怕会受影响。再看看，林彦白救过小雪，而且他还没越界。但若有一日，他让小雪偏离天使之路，老夫会亲自将他撤下。你要带小雪去边境别院？荒唐！少主何等尊贵，岂能去边疆那种混乱之地？你是想借外出历练，摆脱供奉殿对少主的教导？小雪年纪尚小，边境并不太平，你凭什么？属下会护少主周全。凭林家白羽卫镇守边境20年，凭属下熟悉边境暗线，凭属下会先死在少主前面。你觉得武魂殿需要改变？是。林彦白，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属下知道，属下世代受武魂殿恩典，也世代为武魂殿挡刀。你为何一定要带他去边境？因为少主不能只在武魂城长大。林彦白，慎言！他若未来要承担武魂殿责任，就必须知道这片大陆真正是什么样，知道普通魂师为什么需要武魂殿，也知道武魂殿究竟哪里值得守护，哪里必须改变。放肆！正因如此，属下才不希望少主未来继承的是一个只剩神权和权力的武魂殿。这些话你也会对小雪说？不会。为何？属下会带他去看，至于他看完之后如何判断，该由少主自己决定。林金白，你很有想法，护卫太有想法不一定是好事。属下有罪，若只是替少主挡刀，属下可以没有想法，但若有人要把少主推向刀锋，属下不能不想。大供奉，准，但有3个条件。请大供奉示下。
第一，白羽卫全程随行；第二，每7日传讯一次；第三，若千仞穴有任何损伤，你提头来见。属下领命。林烟白，你是不是又替我决定了？属下向大首府申请了边境历练，你没有问我。少主可以拒绝。我可以拒绝。可以。爷爷已经同意了，我也可以拒绝。可以。边境是什么样？有风沙，有伤兵，有邪魂师，有低阶魂师为了一个100年魂环拼命。听起来很脏，也很危险。是。那你为什么觉得我该去？不是属下觉得少主该去。那是什么？是少主若想知道自己将来要守护什么，可以去看一眼。如果我看了以后不喜欢呢？那也是少主自己的判断。你要继承神位，别让他出现在我眼前。那我去，不是因为你让我去，是我自己想看。属下明白，这是少主自己的选择。自己的选择，我就知道跟着你准没好事。你可以留下，然后看你把少主管到想咬人，我还是去吧。少主，边境风大，不如换这件斗篷。不用。看什么？没什么。你这句没什么，听起来就很有什么。哼。这里的风和供奉殿不一样，那里真的有你说的那些人吗？外面的世界本来就不一样。少主，走吧。他还是没有来。启程。林静白，他们真的会为了一个100年魂环拼命？属下在，会。那武魂殿为什么不多帮帮他们？所以少主要亲眼去看，看完以后再决定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。少主，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很像第一次出远门。我只是坐得端正。对，端正，特别端正。你笑什么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少主这样挺好。哪里好？像个第一次出远门的小姑娘。我是武魂殿少主。我知道啊，可少主也是第一次出远门吧？外面可比供奉殿热闹多了。他们都在看我们，因为马车上有武魂殿标志。他们看我的眼神和供奉殿不一样。少主若不是，可以停下休息。不用，你看，连掀个帘子都想被抓包。你再小，我让林心白罚你。哥，你舍得罚我吗？他今日药箱未按清单整理，回去抄3遍药材名录。我哥从小就这样，管天管地管空气。唉，他一直这样。别人6岁觉醒后高兴的睡不着，他第2天就开始加练。加练？别人修炼4个时辰，他8个时辰。别人猎魂恨不得10个长辈围着，他15岁就往边境跑。他为什么那么拼？我小时候总觉得他活得像在赶时间。赶什么？不知道，但他好像一直很怕来不及。来不及？到底是什么来不及？你看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前方就是边境禁闭院。到了。参见统领。少主，这里便是林家镇守的边境别院。参见少主。武魂殿的边境据点就这样？是，这才是大多数魂师能见到的武魂殿。不是每一座武魂殿都有金色穹顶，也不是每一个武魂殿魂师都能在供奉殿修炼。更多时候，武魂殿只是这样的分殿、据点、巡逻队，破旧、危险，但必须有人守。少主，边境嘛，什么都有。这里的人真的一直住在这种地方？是，什么都有。先休息半个时辰。刚到就巡视？少主若累，可以明日。我不累。少主放心，被褥都是新换的，药草也熏过，没虫。还会有虫？边境嘛，什么都有。我知道了。休息半个时辰，之后巡视分店。我刚到。少主若累，可以明日。我不累。又开始了。这么多人，边境的人很多时都要来这里登记。武魂殿分店竟然排这么长。大人，我真的只差一个100年魂环，我父亲受伤了，家里只剩能当魂师，求求您，再给我一次护送名额吧。他为什么要跪？
他想申请武魂殿护卫队陪同猎取魂环。那给他不就好了？护卫队只有12人，今日申请的人有37个。37个，其中有5个比他更适合突破，也有3个伤势更急。如果没有武魂殿护卫，他会怎样？自己进森林，可能成功，也可能死。为了一个百年魂环，值得吗？对少主来说，100年魂环只是开始，可对他们来说，一个魂环也许就是一家人活下去的机会。他们这么弱，为什么还要当魂师？因为弱者也想活得有一点选择。选择？有人想保护家人，有人想不再被贵族欺压，有人想进入武魂殿学院，有人只是想让下一顿饭有着落。强者变强，有时是为了荣耀；弱者变强，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活下去。只是为了活下去。少主，名额确实不够。大人，我可以再等，我还能等。哥，少主今天看的够多了，要不要带他去镇上走走？先看完分店。哼，你再把少主管成卷宗，他迟早被你养傻。注意措辞。去镇上？去。走，我带少主去看点供奉殿没有的东西。别走太远。知道啦，统领大人。他们为什么都躲开？因为我们看起来很贵。贵？大人，不用钱，不用钱。武魂殿又不是强盗。这是什么？糖葫芦啊！给我的？不是给天使少主的，是给6岁的小雪的。怎么样？还可以，对吧？边境也没那么糟。少主给你们的，拿着吧。谢谢姐姐。怎么了？姐姐，没人这么叫过我。那以后慢慢习惯。我习惯的是少主、殿下、天使继承人，可你现在也只是个会咬糖葫芦的小姑娘。叶兰又在帮忙。清源姐姐，见过大人，见过少主。你认识我？不认识，但刚才镇上都在说武魂城来了很厉害的少主。你叫什么？叶兰。武魂呢？萤火草，先天魂力1级。1级也要修炼吗？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对少主来说，魂师可能只是起点，可对我来说，能成为魂师就已经是命运给我的一条缝了。我已经攒了3年钱，等再攒一点，就能去武魂城初级学院旁听。你想去武魂城？我听人说武魂城的灯特别亮，是真的吗？很亮，那真好。我没有糖葫芦，也没有值钱的东西，这个晚上会亮一点点，虽然很小。少主以后要是成了天使，能不能也照照我们这种很小很小的人？很小很小的人，我记住了。这些都不值钱。明日安排。又要训练？上午魂力基础训练，下午去分店旁听低阶魂师登记，傍晚学习魂兽森林外围地形。为什么还要看登记？因为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是一个人。一个名字而已。对少主来说也许只是名字，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家里的饭、病床上的药、下一次猎魂的命。少主如果想知道武魂殿真正该守护什么，就不能只看高处。你是不是早就想让我看这些？你教我这么多，是不是把我当成你想要的样子？属下不替少主做决定。不替我做决定？少主可以拒绝。我真的可以拒绝？可以。爷爷已经同意了，我也可以拒绝？可以。边境是什么样？有风沙，有伤兵，有邪魂师，有低阶魂师为了一个百年魂环拼命。听起来很脏，也很危险。但边境也有别的东西，比如好吃的粗面饼和一点不讲究但很真的人情味。人情味？少主，今儿不看卷宗了，看活人。看谁？看你平时看不见的人。他还在这里？他昨晚被拒了，今天还会来，因为他想活下去。大人，我父亲受伤了，家里只剩我能当魂师。唉，名额真的不够。叶兰又在帮忙。情人姐姐，你昨天送我的草环我收到了，少主喜欢就好。还亮着。
统领，您已经练了1个时辰。继续。我有6翼天使，却还要别人挡在我前面。再日周天，这光不对，太盛了。少主，这是突破了吗？不是突破，是强撑。少主，今日到此为止。我还能继续练？不能。林彦白，你总是说不能，到底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？不能透支魂力，不能冒险，不能去教皇殿，不能接受供奉殿全部安排。那我到底做什么？少主现在需要收回武魂。我不！少主，我说了，我不！我可以更强。哥，他魂力乱了！白羽极影。我还可以。第6魂技，白昼领域雏形，千仞雪。少主别硬撑，经脉会伤的。听我的，慢慢收。你是武魂的主人，不是被武魂拖着走。还好压住了，再晚一点，圣光反噬，经脉至少要伤3成。要给他。少主必须喝，哥，他才6岁，所以我才没罚他。要苦，但不喝我哥能站在这儿盯到天亮。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透支魂力，我只是想试试。试试经脉被圣光烧穿是什么感觉？你知不知道刚才再继续下去，你的经脉会被圣光烧穿？我知道分寸。少主若知道分寸，就不会在魂力紊乱的情况下强行催动6翼天使。我只是想变强。变强可不是找死。可我不能一直这么弱，我不想每次都被你护在身后，我不想看着白羽薇受伤却什么都做不了，我不想叶兰那样的人，我能不能照他的时候，我连自己都保护不了。还有爷爷，供奉殿所有人都在看着我，他们说我是天使一脉的希望，母亲也许也会更不想见我。我只是想快一点，只要我足够强，他们就不会失望，母亲也许就会多看我一眼。千仞雪不是供奉殿供在神坛上的容器，不是天使神位提前准备好的躯壳，也不是为了让任何人满意才必须存在的人。你可以想变强，可以想保护别人，可以想让大供奉放心，甚至可以想让教皇冕下看你一眼，这些都没有错。但你不能为了这些把自己当成祭品。说的真好，那你呢？少主，你教我，管我，拦我，你告诉我不能透支魂力，不能讨好母亲，不能接受供奉殿所有安排。你带我来边境，让我看低阶魂师，看白羽薇，看叶兰，你让我知道虎魂殿不该只是神权和权力。可是你有没有问过我，我想不想看？你有没有问过我，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你难道不是也想把我变成你希望的样子吗？救一个人，难道就是把他从别人安排的命运里抢出来，再塞进我设计好的未来里吗？林千白，你是不是也把我当成很重要的妻子？它不是剧情，不是变量，不是可以提前布局的关键，它是人。你做什么？少主，之前是属下错了，属下自以为是在护少主，却确实有太多时候替少主决定了该看什么，该学什么，该避开什么。属下不想让少主走向错误的命运，但属下也不该以此为由替少主安排另一条路。千仞雪，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你是天使继承人，你必须强大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不知道也没关系，少主还小，可以慢慢看，慢慢想。以后属下不会再替少决定答案。如果我选错了呢？那就承担代价，再重新选。如果代价很重呢？属下陪少主一起扛。如果所有人都说我错呢？那属下会问少主，为什么？你自己是否后悔？疼吗？小伤。他每次说小伤，意思就是伤得不轻。偷听。我是来送药的。那什么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药放下。你的手也抹。少主，药得喝，虽然很苦，但喝完我给你带糖。我不是小孩子了。6岁不是小孩子是什么？一般。苦吧？
少主嘴硬的样子跟我哥真像。林清渊，我错了，林彦白，你刚才说答案由我自己写，是不知道也可以。慢慢来嘛，刚6岁的人生急什么？那我现在还不知道答案。不是替他规划未来，而是让他有资格选择未来。被少主骂啦？哥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喜欢把所有事扛自己身上。你知道的多，看得远，就总想替别人把坑都填平。你知道什么？我是不知道你到底在怕什么，但我知道少主不是卷宗，不是你写好计划他就会照着走的人。这条路会很难。当然难，你把未来的天使少主养得有自己的思想了，供奉殿知道后不坐不住才怪。那就等他们坐不住。少主，我是不是很笨？没有，我知道自己天赋差，不过林统领说天赋差也可以把能做到的做到最好。林静白说的，他说光不一定要很大才有用，哪怕只是一点萤火也能让人看清脚下的路。一点萤火，你再试一次，我不替你点亮它，只替它挡一下风。校主，他没灭，继续。成功了，少主，我成功了，他真的亮出了。原来保护一个人不一定要站得很高。少主，没什么，你做得很好，这回你不去教，你总算学会闭嘴了。药材明录再抄3遍。少主，你刚才的光没有把我的萤火盖掉，因为那不是我的光该做的事。没事。统领，说，外围巡逻队发现血鹰踪迹。残魂，不是普通残魂，疑似血鹰老人本体。传令白羽卫，青石镇进入戒备。是。血鹰老人本体，他怎么会盯上这里？因为这里有他想要的光。六翼天使，不止，出事了。外围有邪魂师踪迹，和禁区那个血烟有关，疑似血烟老人本体。少主，先不要动用武魂。我知道，这不是不让你做事，是让你选对现在能做的事。你去通知分店，把孩子和伤员集中到内院。我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的萤火草能照路。我不应承武魂，但我也不想只站在你身后。那就站在你现在能站的位置。内院，我去安置平民。清渊，跟少主去内院，经脉不稳，立刻停下他。明白。少主，这是你的选择，代价和责任也要一起接住。我接。统领，东南库里有暗红雾气，巡逻队失联2人，封锁镇门，分3队搜回失联者，不要追身。是。姐姐，外面有怪物，有白羽卫守着，你们先进去，魂力别外放太多。我知道分寸。6翼天使的血，白羽师风的魂，还有这些低贱魂师的命，林家的白羽小子又见面了。上次来的只是你一缕残魂，所以这次老夫亲自来取光。统领，稳住，没有命令，不许出城。你护得住城墙，护得住里面那些小光吗？那就试试看。今夜青石镇所有光都会熄灭。今晚的风不对，血烟老人已经靠近青石镇了。血烟老人很强吗？魂圣巅峰。只是魂圣。少主，强弱不只看魂力级别。血烟老人不正面应战，他擅长血祭、污染、精神恐吓，还有屠杀弱者。他若冲我来，不难杀；可他若冲青石镇来，就很麻烦。他会绕过你，去杀你身后的人。分店那边安排好了，地阶魂师和平民都在往地下避难所转移。叶兰呢？进去了，他在帮忙照顾孩子。统领，外围3队失去联系。多久？1刻钟，传讯魂导器无回应。血压已经进镇外领地了。东门、南门收缩防线，所有白羽卫不得追出镇外。分店魂师守地下入口。是。青玉带治疗组留在分店。那你呢？我去找他。我也去。不行。少主，血眼老人目标很可能是你，你若出现在正面战场，会让他更疯狂。所以你要我躲起来？我建议少主留守分店，保护避难所，那里有孩子，有低阶魂师，也有叶兰。如果血压老人分出残魂袭击分店，需要有人守住他们。
前方战场重要，身后的人也重要。是。好，我守分殿。白夜在。你带一队白羽卫护送少主，若分殿有变，优先护少主和孩子撤离。是。那你呢？我去斩了源头，活着回来。哥，别逞强。遵命，少主。照顾好他。少主，入口防护阵已开，让孩子和伤员先下去。外面黑，看着这道光走，不会摔。姐姐，外面会有怪物吗？不会的，少主在这里，林统领也在外面，他们会保护我们。他们不是因为我遭贵才看我，害怕的时候人会找最亮的地方，那我就不能灭。全员戒备。是。污染气息来了。所有人退到我身后。少主，节省魂力。我知道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别硬顶，控制范围。我是武魂的主人，不是被武魂拖着走。白羽卫护住入口，白羽不染尘，施救不被主。那里也有，孩子们躲我后面。叶兰，姐姐，别怕，我在这里。光不一定要很大才有用。叶兰，守住正面。是。救他！我在救，少主你别晃他，污染气息卖了。不可能，你能救他，你一定能救他。少主，别说话，你不是还要去武魂城吗？我可能去不了了。少主，你能不能替我看看？不，你自己去看。我听说那里的灯很亮，像不像萤火？像，很像，比萤火还亮。你一定能去看，我带你去，我答应你。那真好。少主以后要是成了天使，能不能也照照我们这种很小很小的人？别说了。叶兰，武魂城的灯很亮吗？晚上会亮一点点。明明昨天你还在练习。少主，少主，屏障。少主，别透支。我不会让你们过去。你们杀了他，就别想再碰这里任何一个人。林家的白羽施救果然是干净的光。脏东西，离青石卫远一点！哼！第武魂技，施救审判。年轻人，杀我可没那么容易。血祭替身。猜对了，可惜晚了。血压分魂已经进阵了。林彦白，你护得住6翼天使，可你护得住所有人吗？白羽极影。别急呀，你们这些光明魂师不是最喜欢救人吗？那老夫便让你选，杀我还是救他们？我会先破阵，再杀你。阵眼在血气最中处。你倒比老夫想的聪明。心疼吗？他们死前还在喊你呢，林统领救我！可惜你来晚了。白羽不染尘，归。你敢回老夫血阵？第6魂技，白昼领域雏形，我敢让你给他们陪葬！杀白羽不染尘！别让他们再靠近孩子。6翼天使，你的眼泪比老夫想象中更香。少主退后！你现在冲出去就是送死！入口下面全是人，我不能退。少主，白夜，记得叶兰，也记得我们。白羽卫在，接护主阵，白羽不染尘，施救不被主。一群蝼蚁也敢挡老夫？蝼蚁身后也有人要活。不，他们会死！少主，你不能去。少主不能死，你身后的人
也不能死。回来！我命令你们回来！林统领，白羽卫以后跟着你，把武魂殿变成你说的那个样子。他们是在让你活下去，少主，你回去，他们就白死了。记住他们，少主，活着记住。为什么？感动吗？这就是弱者的下场，他们的命不过是老夫血阵里一把柴。林剑白，我听见了，血压，你该死了。就凭你？凭我够杀你？那老夫先把你身后的光都吸了。你越不过我。我不能只看着。少主，别透支魂力。我知道，我不是去送死，我去守住该守的位置。林剑白，少主，我和你一起。站我左后方，不要透支。圣光压制污染，我来斩他。好，这次他真的控住了。姐姐在发光，是。小丫头，你以为一点圣光就能救他们？一点萤火都能照路，我的光至少能照得你无处藏身。抓到你！小鬼！第五魂技，始终审判，还能撑？能。三息，给你。不可能！你们一个魂帝，一个小丫头，凭什么压老夫？凭你杀的人，我们都记得。凭你该死！老夫要你们全部陪葬！血液到此为止。叶兰，我会记住。有意思，六翼天使还没长成，白羽石就倒现成了气候。少主，守左翼。我守得住。那就先从最弱的开始。别乱放魂力，压住。很好，我是武魂的主人，不是被武魂拖着走。不能再留你们！第一魂技，白羽极影。少主，护卫最怕什么？怕来不及。我不是只会被保护的人。第三魂技，风翼斩。你们两个小辈竟敢伤我！他在拖时间。血阵还在扩大。白羽卫，列阵。父亲还活着，说明我来的不算太晚。你怎么来了？边境传讯断了3次，再不来，你们都得死。参见家主。起来，守阵。活着的人先顾活人。邪魂师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原来是林家家主，来得正好，今日让你们父子一起。废话太多。老东西，你找死！父亲，退！这是献祭类重伤。金白，看好了，追魂血咒锁，白羽断空。他没有躲。怎么可能？你这种躲在血里吃人的东西，不配懂。地下避难所还没撤完。白羽卫，护送所有人撤进第2层地下通道，立刻！老夫就算死，也要拉几个天使和白羽陪葬。我要去压住圣光入口。别动！他要炸阵。知道，但你现在冲上去，只会被卷进去。金白，带少主退。那你呢？站住！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护卫到底该挡什么吗？现在看清楚，护卫要挡的不只是刀，还有命令、阴谋和必须有人去做的脏事，但更重要的是挡住那些本不该让人去死的东西。林叔叔，你比我强的地方不是魂力，是你敢问为什么。父亲，我一生只学会挡刀，你不一样，你会把刀背后的手也一起掀翻，这很好。父亲，别过来，先护少主。一起陪葬吧！白羽真空，白昼领域开。
我让你退！这次恕难从命。少主，别透支，我不透支。圣光屏障，他们还在快走，别让他们白撑！不可能，你们怎么可能挡得住？因为你不懂什么叫护卫。第五魂技，尸勇审判。罗刹不会放过你们。那就让他来。撑过去了，林叔叔，别碰！父亲，别露出这副表情，我还没死。哥，他被血中反噬了。先止血。我在止，可这咒尽髓了。统领令，我不要。林静白，你先活下来，我要你亲手交给我。从今天起，白羽卫听你的，林家也听你的。我不需要现在切，你需要，因为你已经走在我前面了。我以前一直以为护卫够稳、够忠、够狠，就能护住一切。父亲别说了，不够。真正重要的不是挡住刀，是要知道刀为什么会落下来。你会问，会怀疑，会想改，这不是错，所以别学我。父亲，你要走自己的路。家主，别说了，我还能压住，怎么会没有？你别乱说。少主，今日之事让你看见了不该有你这么小就看见的东西。林叔叔，我会记住。武魂殿不是只有神像和权杖，也不是只有大局和牺牲，它是有很多像白羽卫这样的人一点一点撑起来的。记住他们，不要让他们白死。我记住了。你也是，别让仇恨把你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。我知道，杀人不是为了爽快，是为了让以后少死一些人。别哭丧着脸，我还没死。父亲，嘴硬随我，眼红不笑。少主，以后如果静白欺负你，可以直接打他，他嘴硬也该有人管管。我打不过他。您现在还有力气开这种玩笑？有，说明我还能再教你最后一件事。有些东西守不住的时候，就不要硬守，该撤的撤，该活的活，该改的就改。你以前说的对，父亲。如果前面是深渊，护着别人一步步走进去，那不是忠诚，是帮凶。我以前不懂，现在懂了。别像我一样死守旧路，你要护的不是一个不许改变的武魂殿，是一个该被改变的武魂殿。父亲，别说这种话。静白，你长大了，比我想象的更快。我一开始总想着让你接我的衣钵，做一个最锋利的护卫，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。你应该去做你自己，去护少主，去护那些你值得护的人，去把这武魂殿变成你想要的样子。父亲，别睡。没睡，少主，我在。以后别再把自己当成神像，要当就当一个会疼、会哭、会选择的人。银白，我在。白羽卫以后听你的。我不要你这样交给我。哥，家主他。家主，林叔叔，我会记住。哥，护好家主。是，统领。我知道了，父亲，我会走你没走完的路，但我不会再像你一样只会挡刀。我会问，我会改，我会把那些把人当成工具的人一个一个掀下来。哥，你刚才说不是普通邪魂术，什么意思？这股污染不属于血压老人，和禁区那次一样，更深。禁区那次只是残痕，这次像有人提前把刀递到他手里。有人帮血妖老人？血烟老人死了，可事情没完。你是说，这场夜袭不只是邪魂师报复，
有人想借这场血夜削弱林家，逼死少主，顺便让我死在这里。武魂城里有人不想让我们活着回去，是教皇殿还是供奉殿？现在不能乱说。但你已经有怀疑了。有。那我们回去以后怎么办？查。用什么身份查？用于雨卫的名义，也用林家的名义。叶兰的铜盘我会带回去。别丢。不会。白燕的战旗我会带回去，父亲的尸尸我也会带回武魂城。少主，从今以后，若你再问我该不该做某件事，我不会再只说不准。那你会说什么？我会告诉你后果，然后由你自己决定。好。选择不是任性，选择之后要接住代价。我会记住。统领，白玉卫清点完毕，等您下令。先葬死者，再护活人。天亮后回武魂城。我会替你看武魂城的灯，也会记住很小很小的人。无论是谁在背后递刀，我都会查出来。武魂城该给白羽卫一个交代。哥，你还撑得住吗？撑得住。你一路都没让别人碰木霞。那是我父亲。原来武魂城这么亮。林彦白，属下在。你父亲会回家吗？会，林家祖祠会为他立灵位，白羽卫会送他最后一程。你会难过吗？会，但现在还不能。那我陪你。我不懂林家的规矩，也不懂白羽卫的葬礼，可他们救了我，叶兰救了我，白燕救了我，林叔叔也救了我们，所以我不能只看着。好。回来了，家主回来了。我来。恭迎家主回城。送统领入祖祠。是。林家统领战死了，听说是为了护边境小镇。林家这代最有前途的父子，竟只剩一个。他们也会关心白羽卫，不是所有人只看神位和权力。我以前没看见。迎家主入祠。慢些。殷白，节哀。父亲不是死的无名。自然，家主以命护城，林家不会亏待他。灵位已立，白羽卫会为家主守灵7日。不是战死这么简单，血央老人身上有不属于他的污染，有人在背后递刀。你是说，有人借边境血液故意削弱林家？我要查到底。少主，进来上炷香吧。我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林家受了你的情，你也看见了家主最后一程。林叔叔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在青石镇救了我，也谢谢你救了很多人。我会记得叶兰，也会记得白燕，不会忘。少主此言，林家记下了。不用记下我，记下他们就好。金白，随我们去议事厅。家主之死不能只按战死处理。我知道，供奉殿那边已经来过问讯，玄社斗罗一脉的执事说少主受惊，需尽快回供奉殿调养。调养？他们是在怕少主被养坏吧？少主不必现在回供奉殿，他需要缓一缓，也需要亲自看着白羽卫送家主入灵。边境血案，武魂殿已封存出报。林玄月之死，按护卫统领战固处理。今日叫你们来，不只为了这些。我问一句，血央老人为何会盯上青石镇？青石镇是边境魂师往来之地，邪魂师盯上并不奇怪。你说，血影老人真正的目标不局限于青石镇，还有少主。他出现在武魂殿禁区时，就已经对少主的武魂气息产生强烈反应。这次夜袭，分魂直扑避难所，也明显朝着少主而来。可血炎老人已死，死的是人，
不是线，他背后应该还有人，或者说有势力，能让邪魂师血液打掩护，能在血阵里掺入不属于血阳老人的污染，这不是单独一只老邪魂师能做到的。哼，你是在怀疑武魂殿内部有人勾结邪魂师？属下不是怀疑，属下是要查。武魂殿内部若真有问题，那也是供奉殿的事，不该由你一个护卫统领继承人插手。家父死在边境，白羽卫死在边境，少主也差点死在边境。若这都不该我插手，那请问护卫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也想查。少主，血烟老人盯过我，叶兰死了，白燕死了，林叔叔也死了。如果这件事和武魂殿内部有关，我不想只当作没看见。我会继承天使神位，也会承担武魂殿的责任，但不是以失去自己的方式。少主，天使一脉的继承不容你夹杂太多个人情感。如果成为天使继承人，就必须先把普通人的命都当成数字，那这样的传承我不认同。谁教你说这些的？是他自己看见的，不是谁教的。少主看见叶兰死在自己怀里，看见白羽卫断后，看到家主为了护人把命押上去，这些不是书上教的，是命换来的。林金白，你把少主带去边境，果然是带坏了他。带怪？如果让他看见底层魂师如何活，如何死，如何仰望武魂殿，叫带怪，那请问供奉殿这些年教他的是什么？林金白，你在质疑供奉殿的教导？属下不敢质疑大供奉，属下只是觉得少主若连人都看不见，神位也不会认他。那你认为小雪该怎么走？他该先做千仞雪，然后再做少主，最后才是天使传承者。若顺序错了，神位再高也只会是空壳。好一个先做千仞穴！你这是要让少主脱离供奉殿掌控？属下只是要他有自己的人生。你一个护卫家族的后辈，也敢在供奉殿说这种话？若这叫脱离掌控，那问题不在少主，在掌控本身。够了！我知道你们想让我成为最合格的天使继承人，也知道武魂殿需要我，可我不是你们手里的兵器，也不是谁都可以拿去换大局的筹码。少主慎言。我会继承天使神位，但我不会用失去自己来证明我有资格站在这里。如果神位需要放弃一切才肯给我传承，那我至少要先问一句，这神位到底是要选我，还是要毁掉我？小雪，你今日所说的话，老夫都听见了。爷爷，武魂殿养你不是为了毁你，但你说的对，若神位要求你先失去自己，那它本身就该被重新审视。大供奉，这够了！你要查边境之夜背后的手，老夫准了。谢大供奉，但暂时只能由你和白羽卫暗查，没有证据之前，不得在供奉殿内掀翻桌子。属下明白。至于小雪，你先留在武魂城，回供奉殿调养也好。不是回供奉殿规训，住进林家别院，随印白一起调养，也一起看一看武魂城外的人。大供奉，这不合规矩。规矩是给人用的，不是给人困死的。林家小子，你把他养得太像个人了。若天使继承要先毁掉人性，那属下宁可少主像个人。这里就是你以后住的地方。暂时，供奉殿那边需要时间。那我也住这里。少主若不嫌弃，林家别院可暂住。我为什么会嫌弃？少主终于说了句像样的话。林清渊，我错了。林统领，什么事？大将放让属下转告，少主回城后，边境接触过的人和事都会列入单独记录。另外，供奉殿诸位长老希望林统领近期不要再带少主接触太多底层魂师，理由：少主身份尊贵，若接触过多杂事，恐影响天使传承纯度。纯度？林统领，谁定的纯度？
此乃供奉洞长老们。若天使的纯度是让他看不见死人，看不见穷人，看不见边境分店门口那些为了魂环跪着的人，那这种纯度，不要也罢。林统领慎言。回去告诉玄圣斗罗，少主现在住林家别院，接触什么看见什么，轮不到供奉殿替他一口气全掐死。属下告退。唉，哥，你刚才差点把他气死。你刚才故意气他？是。你承认的倒快。因为有些人只听得通硬话，也因为我哥说软话真的很难听。林清渊，那我以后也可以说硬话吗？可以。如果他们不爱听呢？那是他们的事。好啦，少主先挑房间。我哥这人只会挡门，不会铺床。你也不是什么都能管。属下会记住。少主该休息了。林剑白，我有话想问你，我真的能自己选吗？可以，现在还不够自由，但可以开始选。如果我选的路供奉院不喜欢呢？那就让他们习惯。如果他们不让我选呢？那我就站在你前面。你说话怎么总这么硬？因为说软话很多时候没用。那我也学你。学什么？学会自己选，学会不再总等别人告诉我该怎么活，学会不再把别人的错都当成自己的错。这很好。你父亲知道了，应该会高兴吧？会。他最后也想让我这么做。他是个很好的人。是。我答应叶兰要替他看武魂城的灯。我会安排人查他的家人，若还有亲属，林家会照拂。不只是照护，我想让像他那样的人，以后不必攒3年才敢看一眼武魂城。那会很难。我知道。会有人说你天真，说你不懂大局，说你被边境的人命冲昏头脑。那我就让他们也去边境看一眼。你不是该去睡了吗？少主这话像我哥教出来的，我来给我哥送药，他今天又忘了换上药。小生。林剑白，你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查边境之夜背后的人，查武魂殿内部是谁在地道，还有继续当好你的护卫。血牙竟然失败了。林玄月已死，但林剑白带少主回来了。死了一个旧统领，却换来一个更麻烦的新统领。千仞雪那儿，少主住进了江林别院，大公桑亲自准的。林家别院。父亲，边境之夜不是结束，真正要查的在城里。哥，白羽卫名单整理好了，战死者家属我明日亲自去送抚恤。抚恤案最高，林家再加1份。叶兰那边呢？查他家人，若无亲属，在林家祖祠旁立一盏萤火灯。他不是林家人。他救了少主，也救了孩子。少主会高兴的。不是为了让他高兴，是为了让他记得，让林家也记得。叶兰，我回武魂城了，这里的灯真的很亮。以后不止叶兰，虽然我现在还小，但我会记下来，努力实现这一切。少主还没睡，再写以后要做的事。需要属下看吗？还没写好，等我想清楚再给你看。林剑白，属下在。你也快去睡，你说过活着的人要顾活人，你也是活着的人。遵命，少主。这也要遵命？习惯了，边境线结束了。我会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。